算算日子，那档武道竞技节目也该出结果了，不知道能不能选上。果然没白报名。别人都以为我就是个普通电工，这接线、布线的手艺就是我最好的武道根基。寻常武者修炼哪离得开灵能线路养护？他们到现在都没明白灵能线路的排布和武道经脉的运转。既然入选了，总得庆祝一下，就去巷口那家老烧烤店吃几串烤串，再来一瓶冰饮，完美。喂，您好，我是秦电工，请问有什么问题吗？好，我家的灵能线路好像出问题了，所有电器都带着微弱的武道威压，我不敢碰，您能不能过来看看？你说什么？灵能线路异常，电器附带武道威压？你确定没看错？是不是把普通的电流触感当成威压了？亲戚还说我没事找事。你别慌，把地址发给我，我现在就过去看看。到底是你不懂灵能线路，还是真有武道异动？我去了就知道。好，我现在就把地址发给你。那你快点来，我一个人实在是太害怕了。地址发你了，知道了。我是昨天接你电话的，怎么不像？不是，就是您看起来比我想象中年轻好多，我还以为是个年纪大些、经验丰富的师傅，所以有点惊讶。对不起啊，师傅。没事儿，年轻不代表没经验，放心吧，你的问题我会解决的。太感谢你了，秦电工。快点滚出去！好好的线路怎么出问题了？林毅好心收留你，还把家里整得一团糟，现在还要请电工乱花钱。你就是他找的电工，这么年轻，毛都没长齐，能修好灵能线路吗？你是不是故意找个不靠谱的人来糊弄我们？看着跟个学生似的，别到时候没修好，还把线路崩，可不更糟？我能不能修好，进去看看就知道。如果修过分文不取，如果修好了，按照市场价付款，没问题吧？灵能电闸现在是打开的吗？先确认一下电闸状态，才能排查问题。当然是关上的。家里有小孩，万一灵能波动伤到孩子怎么办？你这电工连基本的安全常识都不懂吗？灵能线路出了异常，关着电闸怎么排查？这家人真是一点常识都没有。师傅，对不起啊，我妈她就是脾气急，担心孩子，没有别的意思。你们俩别乱碰屋里的电器和线路，看好家里的孩子，避免意外。灵能波动异常，碰错了容易受伤。怎么会这样？所有电器都是180灵能符，远超安全范围，难怪会有武道威压。主播都惊呆了，看来这问题不简单啊！还好小姐姐没乱碰，再测一遍看看啊，主播。师傅，我就说我没有看错，真的有异常。我知道，是我低估了情况。你别担心，我再排查一下，找到问题根源。问题应该在厨房，但奇怪，关掉怎么还有30灵能符？
你看，你看，我说什么来着？问题都怪你，非要在厨房装那么多灵能电器。我没有。找到了动静源头。你们看，这个热扫器的地线插角有灵能灼烧的痕迹，应该和热扫器的灵能保护装置有关。这燃气热扫器看起来是全新的，怎么会出现灵能故障？正常情况下，全新的灵能电器保护装置不会这么快失效。我就说不让他装燃气热扫器，他非不听。现在好了，出问题了吧？这笔维修费必须他出。我真不知道会出问题了。说思淼，他也不是故意的。他怎么不是故意的？坏了就修嘛，多大点事，至于这么指责他吗？这阿姨也太不讲理了吧！全新的热扫器出问题，看来这款灵能热审器质量不行啊，以后坚决不买，太危险了。心疼小姐姐，寄人篱下太不容易了，还要被这么指责。都别动！你确定？看结果。是零？安全。那不可能！相信我。都是黑发白衣女孩的错。看到了吧，不是热扫器的问题。拔掉热扫器，电水壶还是180灵能符，说明问题还在别处。谢谢师傅，谢谢你帮我澄清。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还是有30灵能符，说明问题不在电器本身，可能在灵能线路上。一步步排查，终于有方向了。哪有什么其他灵能接驳？厨房就这么点地方，所有线路都是明明白白的。你是不是故意找事儿啊？我受够了！别跟着我！你再仔细想想，厨房有没有什么隐藏的灵能线路？比如角落里、墙根下不起眼的那种，可能是之前装修时留下的。师傅，你看那边，我平时打扫卫生细箱的灵能电路。我看看，找到了。这根线确实源自厨房的主线路，但另一端钻进了墙里，不知道连接到哪里。先测测这个主闸座。你给我老实说，是不是你拿了我放在床头柜上的白金灵能项链？那可是我花了大价钱买的，你是不是见财起意？大姨，不是我没有拿你的项链，我根本不知道你项链放在哪里。我教训他，你太过分了！你别挡着我，我知道我看到的是真的，你别这么冲动。那项链那么贵重，我特意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我告诉你，玩具房里有灵能监控，我一查就知道是不是你拿的。我现在要排查玩具房的灵能线路，这里灵能波动异常。项链的事儿等会儿再查。不，我要查清楚。别闹了，快走啊！我告诉你，这事儿没完。师傅，谢谢你，谢谢你帮我解围。灵线和地线的灵能直接打通了，这太危险了。天！奇怪，项链找到了，也有问题，怎么还有30灵能符？问题到底出在哪？你是不是和白衣长发女串通好的，故意演这么一出戏，想帮她脱罪？妈，你别再怀疑了，咱们调灵能监控看看不就知道了？说不定是小男孩拿去玩，不小心塞插排里了。你到底在隐瞒什么？这条断链就是证据，你逃不掉的。监控，你根本就是个假电工，说不定是那个黑发碧蓉女孩找来的托。
大妈，你先别激动，查个监控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漏电另有原因。确定了，是地线的灵能出了问题，不是屋内线路和电器的事，得去楼下的灵能电井看看，才能彻底解决。来了，你快看看，这人找的野电工来家里折腾了半天，灵能电路的问题一点都没解决，还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糊弄我们呢。李阿姨，您放心，外面的野电工大多不靠谱，没什么真本事。我是小区物业灵能电路问题，修不好我1分钱都不收。不用多测了，我一看就知道是地线的灵能出了问题。这种小毛病，我分分钟就能解决。物业电工也太快了吧，测了几个插座就知道问题了。看来这王师傅的技术比他好啊，折腾了半天都没解决，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青年这是吃瘪了吧？被同行碾压了。不像有些人只会装模作样，其实啥也不会。不对劲儿啊！懂行的来看，不查还敢看闸，不查电线不看电闸，看一眼就知道怎么回事，这也太玄幻了吧！搞定了，地线的灵能问题已经解决了，以后家里的灵能电路不会再出问题了。灵能电路的问题尽管找我，比外面的野电工靠谱多了。还是你技术好，比某些人强多了。这钱我马上给你。不对劲，他肯定有问题。着急不让我去灵能电井，还不让小区的人找其他电工。哈哈，短发电工这是被王师傅碾压的怀疑人生了吧？开始胡言乱语了。输了就输了，还说人家有问题，太没面子了吧？我觉得王师傅更厉害，肯定比短发工装男强。别急着下结论。蓝工装师傅，对不起，今天让你受委屈了，谢谢你一直帮我。这是你的工具包，我给你拿出来了。只会浪费时间，还在这里挑拨离间。这是我们家的事，轮得到你一个外人多管闲事吗？这个长发女孩就是个扫把星，自从她来了，我们家就没安生过。工装男，我们走吧，别跟大姨吵了。你以为你们家能平安无事，真的是运气好吗？你们全家的灵能早就暴走了，都是靠燃气管道走地，稳住了灵能波动，不然早就被灵能反噬了。大妈，你冷静点儿，我冷静不了，别冲动。秦师傅，对不起，对不起，我妈她就是太冲动了，你别往心里去。我这就把她拉进去。秦师傅，真的很抱歉，我妈她就是脾气不好，没有恶意。电路问题已经解决了，辛苦你了。王师傅是物业的电工，技术一直很好，怎么可能有问题？没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他之前排查的那么认真，王师傅确实太反常了。打王师傅和李梅的脸！不管你们信不信，王灿肯定有问题，问题就出在灵能电井里。你们跟我去一趟灵能电井，看完我就走，我分文不取，还向你们道歉。这是真急了，非要找回场子不可啊！电路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根灵能地线是后来硬接上去的，手法粗糙，根本不符合规范。好好的灵能地线为什么会断？秦师傅，您的意思是王灿故意剪断我们家的灵能地线？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怎么回事？我们家的灵能地线是不是能够被剪断？
有人故意剪断这些灵能电线，至于谁干的，想必不用我多说，你们心里也清楚。就是怕秘密被发现，只是临时接线，敷衍了事。我先临时加固一下灵能线路，稳住整栋楼的灵能波动，然后联系物业和武道监管部门，揭穿那个人的真面目。对不起，之前是我们错怪您了，谢谢您发现了这个秘密，师傅，太感谢您了。若不是您，我们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秦师傅，现在怎么办？整栋楼的灵能地线都被剪了，万一发生灵能冲击，我们该怎么办？报警的是上报武道管理处，不是我一个人能彻底解决的，工程量太大，而且灵能波动极不稳定，继续留在这里太危险，我们得赶紧离开电井旁。在蓝山庭院发现整栋楼灵能地线被人故意剪断，已经上报了，武道管理处的人很快就会过来。你们也赶紧回屋，不要靠近电井，避免发生意外。本来好好的，遇到那个会议室，还好老敷衍过去了。灿哥，怎么了？谁惹你生气了？刚才不是去修灵能电路了吗？怎么一脸不高兴？别提了，刚才去业主家修灵能地线漏电，遇到一个年轻电工，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非要去看灵能电井，差点就把我们偷剪灵能地线的事暴露了。差点暴露，那怎么办？我们可是合伙偷剪灵能地线，抽里面的铜丝运了好几次电线，要是被发现，我们俩都得完。那个年轻电工看着年纪不大，技术也不怎么样，我看他就是想找面子，根本没看出里面的猫腻，翻不起什么浪。都跟物业说一声，弄几个牌子挂在小区里，到时候我们既能垄断生意，又能继续偷剪电线，一举两得。对了，你今天怎么这么开心？有什么好事？有好事儿，我侄子入选《一路有你》武道竞技节目了，那可是全国有名的武道节目。侄子那点武道底子，还想在《一路有你》上拿名次？那节目里高手如云，他一个小小的武道学徒，纯属凑数。那节目冠军有丰厚的武道奖励，听说还有灵能修炼秘籍。要是能拿到冠军，我们以后就不用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了。有灵能修炼秘籍？这个电工秦业怎么这么眼熟？灿哥，怎么了？你看到我侄子了，还是出什么事儿了？怎么会这样？他居然发现了我们的事儿，还上报了武道管理处，这可怎么办啊，灿哥？啊，快想想办法！我们现在怎么办？武道管理处的人要是来了，我们就完了。胡查工装男，圆脸工装男，我们接到举报，你们涉嫌偷剪小区灵能地线，贩卖灵能材料，请跟我们走一趟，接受调查。电工居然是隐世午休，还好他够细心，临时稳住灵能波动，救了一家人，太绝了！必须严惩王灿和刘勇，为了赚钱不顾别人的安危，太灰心了。不错不错，辛苦大家了，晚上安排聚餐，犒劳一下所有工作人员。
这样能维持节目整体热度。怎么了？出什么问题了？数据异常飙升，什么热度榜爆炸了，源头不明，立刻追踪定位。电工直播间？不可能吧？一个电工的直播间下播这么久，热度还能这么高？是不是数据出错了？咦，太炸裂了！这哪里是电工直播？这种直播效果比我们刻意安排的节目环节还好。马上联系武道电力领域的专家，安排一位教授和一位科普博主。是，快去！有时间，浴室灵能灯具体是什么问题？是不亮，还是有灵能波动异常？老城区武道家属院距我家不远，10几分钟就能到。麻烦你了，快跟我上去看看吧。浴室的灵能灯已经坏了好几天了，就在楼上，麻烦您快看看。结合刚才顾客姚青说的多个电工报价高，您能推测一下这次秦业要修的灵能灯大概是什么问题吗？从姚青的描述来看，问题大概率不是灵能灯本身坏了，说明问题出在内部灵能电路上。但工序繁琐，耗时耗力，电工们不想费功夫，才故意报高价，逼低马尾女孩放弃或者接受高价维修。杨教授也太牛了吧！一句话就看透问题，期待他打脸那些黑心电工。只是一点经验之谈，不算什么。给大家传播武道电力知识，也感激秦业引发了观众的兴趣，说应该会比较轻松，不会有太多复杂的知识点需要讲解。以为只是小问题，没想到这么麻烦。一定要修好，一定要便宜一点。要是也报高价，我就只能凑合用黑灯了。大不了洗澡的时候多注意点。请问你是姚青吗？是你找电工修灵能灯？秦师傅您来了，麻烦您了。是我，带我去你家看看吧，具体看看灵能灯的问题。但收拾的好干净，看得出来小姐姐很用心。手里没什么钱，还没来得及装修，让您见笑了。先去卫生间看看吧。师傅，就是卫生间的灵能灯有问题，开关在门口左手边，您可以试试。师傅，您闻到了吧？之前来的电工拆开灯后就说灵能线路烧了，要全部换掉，报价5000多，我实在付不起。常年潮湿导致灵能电线老化受陶，甚至已经有轻微灼烧，不然不止灯不亮，还可能有灵能泄漏的隐患。把线路简单固定在墙壁，不用开槽埋线，这样能省不少功夫和成本。您说的是真的？1000块就能修好？就算丑一点也没关系，我不在乎。既能修好，也能保证安全，就是外观上会简陋一点。知道短发女孩没钱，特意低价维修，还考虑到她的难处，太暖心了。比起那些黑心电工，蓝工庄男人真的太良心了，粉定了。已经将电线引出来了，这样既能保证灵能供应，又能尽量减少线路裸露的影响。看来这次维修和您分析的一模一样，秦业师傅这操作果然专业。
这不对啊，他怎么把电线剪断了？不应该是接插盘吗？是啊，眼镜教授，秦叶师傅这是要做什么？剪断电线怎么给灵能灯供电啊？难道蓝衣工人有更厉害的办法？坐等反转。您这是弄了啥？这灯怎么靠充电宝亮啊？不是说换线吗？这样不用拆墙，也不用外接插盘，最省事也最省钱。是高容量的，专门适配电，足够这盏灵能灯用1个月。你只需要给充电宝充电就行，比换线更方便。我的天，反转了，居然是用充电宝供电，太绝了！别愣着了，正头还在拍呢，赶紧圆一下。这个方法真是太巧妙了，而是结合5道充电宝的特性，替业主省去了拆墙的麻烦和高额的费用，真正做到了省时省力省钱，甘于奉献，灵活变通，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有想法了，打破了我们对灵能电路维修的固有认知，既解决了问题，又替业主着想，太厉害了！太让人意外了，每次都能突破想象，这样的直播效果比我们刻意安排的还要好，节目想不出圈都难。年轻师傅一定要留住他，后续给他安排更多的直播资源。如此巧妙的方法，可见他对5道电力的应用已经是更上一层了。有机会一定要和他好好沟通一下。用自己的方式诠释5道精神，这就是我们想传递的核心。而且这场直播的热度已经破亿了，比上一期最高热度还高，节目彻底出圈了。把维修灵能灯的片段剪成高光合集，同时敲敲观众的胃口，续添加灵能电费的案件线索。怎么可能？1个月的灵能电费居然要17000元，这也太离谱了！李叔，您怎么来了？这么早，出什么事儿了吗？我先给灵能供电局打个电话问问情况，看是不是电表出了问题。您好，先生，我们查询到您家的灵能电表远程检测正常，而且根据检测数据显示，您家的灵能电一在持续消耗，不存在电表损坏的情况。什么电表正常？灵能电一直在跑，这就奇怪了。电表正常，你又没耗那么多电，那这17000的电费从哪儿来的？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您不能冤枉我啊！好，找电招洞察，我相信查清楚后肯定能还我清白。是秦叶师傅吗？我是老城区5道家属院的，我们家1个月的电费17000，这怎么可能？我又没用大功率电器。怎么会这样？您先别急，我给灵能供电局打电话，他们说电表正常，普通居民家1个月不可能耗这么多灵能电，这耗电量，我收拾一下工具，马上就过去。您听到了吗？1个月电费17000，这也太离谱了吧？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大概率是有人偷灵能电。就算用5道训练设备，也不可能耗这么多电。定有大型5道修炼场所或者灵能加工商铺。接下来就看那位电工师傅能不能找到偷电的线索了。看来观众们都很有经验啊。
我真的没有用这么多灵能电，我不想被冤枉。别着急，我先看看灵能电表，查清楚情况再说。运行正常，灵能供电局说的对，这17000元的灵能电费确实是你们在跟我实际消耗的。这电表是给谁用的？电表箱有问题，保险丝必须马上换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南柱202，我们俩共用这一个灵能电表，平时我就看看电视，用普通电器，他也就练武道，用个小型训练仪，根本耗不了多少电。没有我大型场所，也没有灵能店铺，那偷电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电表正常，没有偷电的痕迹，也没有灵能漏电。这17000元的灵能电费到底是怎么来的？奇怪，没有偷电，也没有漏电，这就反常了。难道我的判断错了？我也看不懂了，只能等短发中年继续排查了。查到原因了吗？情况比我预想的更棘手，我再仔细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地方。您之前推测是大型武道设备偷电，现在看来这个分析好像出错了。您现在能看出这灵能电费异常的原因吗？我现在也看不出问题所在。正常，无漏电，周围也没有大型武道场所，这种情况太反常了，超出了常规的灵能电路故障范畴。那我们就一起坐等那位蓝宫庄青年解谜。看看这天价灵能电费的背后。肯定是你家有问题，不然电费怎么会这么高？放心。你家没有灵能漏电的情况，测电比全程显示正常。我就说我家没问题，我没有偷电，多平，就我一个人住，你自己看哪里有地方藏偷电设备？我已经检查过了，他家确实没有能消耗这么多灵能电的设备。房子就60多平，收拾得干干净净，根本没有偷电的可能。骗人的吧？那17000的电费从哪儿来的？就算我们2个人一天24小时不停的用灵能电器，也花不了那么多。那偷电的方式比较隐蔽，你先拉下你家的总灵能闸，我看看电表的情况。好你个黑衣青年，果然是你搞的鬼！你一拉下总闸，电表就停了，不是你偷电是谁偷电？你还敢狡辩？他家里明明没有大型设备，怎么可能耗这么多电？太离奇了！不会吧，不会吧，蓝宫庄不会栽跟头吧？这剧情怎么感觉还有反转？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偷电，我家真的没有能消耗这么多灵能电的设备，我就算想偷，也没有那个能力啊！还敢狡辩？电表不会骗人！行了，不是你用的电，还能是谁用的？够了！原来是这样，对不起啊，我错怪你了。没事，只要能找到偷电的人就好。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们逐个排查房间的灵能电闸，就能找到偷电的具体线路。厕所的灵能线路上，偷电的人应该是从你家厕所的入户灵能线搭接偷电，而且大概率是对面的201住户。
那我们赶紧去敲201的门，抓住这个偷电的家伙。我刚才路过201住户时留意了一下，看着不像是能消耗这么多灵能电的武道住户。难道是高阶武道高手？越来越刺激了！蓝工装男人太厉害，一下子就找到线索了。这天价电费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去敲201的门，一问便知。我之前嫌场去交涉，还被他们呛了一顿。现在想来，他们肯定是在偷偷用大功率武道设备。大家先不要激动，我们先去敲门，说明情况后进去排查，拿到证据再理论，避免不必要的争执。谁呀？大清早的敲门，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你好，我们不是债主，我是来排查偷灵能电的。偷电？不可能吧？我们都是练武道的学徒，怎么会偷电？看来是合租3块电表，应该是每个学徒1间房，各自分摊灵能电费，这样也能避免争执。奇怪，若真是这里偷电，电表不可能没有，可能伪装数据，又何必耗掉这么多灵能电？这不符合常理。蓝色功夫男师傅，怎么样？是不是他们偷的电？看出灵能电的去向了吗？我们家那17000的电费到底怎么回事？来看，他们本月的用电量和上月差不多，没有异常暴涨，看起来不像是偷电的样子，排除嫌疑。想要准确判断，还需要逐个检查每个房间。另外2个室友还在房间睡觉，我去叫他们配合你们。立叫，我们逐个敲门就行。就说我没偷电吧，我们就是普通的武道学徒，平时就练练武，根本用不了多少灵能电。想想办法，我都快急死了！到底是谁偷了这么多灵能电？这怎么回事？难道我们找错地方了？可偷电线路明明指向这里啊，总不能是线路自己跑电吧？我们真的没偷电，你们是不是查错了？对啊，我们真没偷。要是没别的事儿，我们还想再睡一会儿。我再仔细想想，一定能找到问题所在。我确定灵能电一定进了201住户，因为202的厕所只和201的厕所相邻，偷电线路只能从这里搭接，说明201只是偷电的中转站。转站什么意思？我们没听懂。就是有人先把黑色运动服青年的灵能线偷偷接到201的线路上，线路把灵能电引到其他地方。我们排查201，只会发现他们自己的用电量正常。快跟我来！201作为中转站，偷电的人想要把灵能电引到其他地方，必须从这里操作。而且灵能电井位置隐蔽，平时没人注意，既能方便他们搭接线路，又能在被发现时轻松栽赃嫁祸给201的户，心思太缜密了。找到了，就是这2根线。这2根线，一根连接着202的线路，另一根连着201的线路延伸出去，通往小区深处。这就是偷电的关键，只要顺着这根线查下去，就能找到偷电者的位置。怎么会是灵能电房？难道偷电的人是想比我预想的还要大？走，跟我去小区灵能电房，真相很快就会大白。到那里，我们就能知道偷电者到底是谁了。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去灵能电房？偷电的人在电房里吗？你倒是给我们说说啊！你们看，不止偷了你们一家，他偷了整个小区50多家住户的灵能电，每栋楼都被他用了相同的方法。什么？50多家？我们家一户就17000，50多户那就是7、8、10万的灵能电费啊！这也太离谱了，他怎么敢偷这么多？为什么独独你们家被偷了17000户？去偷电者的家里看看，才能找到答案。难道没人在家？可外面的空调还在转啊！不可能没人。果然是这样，偷电的人是在用武道矿机修炼武道，同时挖取灵能币。这些矿机需要消耗大量的灵能电，所以他才会偷50多家住户的电来满足矿机的能耗。原来是这些东西在耗电，可为什么我们家被偷了17000，其他住户却只是稍微上涨？这太不公平了！我也不清楚，按道理来说，每户偷取的电量应该差不多，除非这里面还有其他猫腻，或者你们家的线路有什么特殊之处。我的天，这么多武道矿机，难怪要偷整个小区的电，太贪婪了！不对啊，偷50多家，怎么就一家被偷了17000？其他住户呢？事件肯定还没结束，快查！到底为什么独独李强国家电费这么高？别留悬念啊！偷电挖灵能币，这胆子也太大了，必须重罚！师傅，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终于找到偷电贼了！我这就去楼下等武道管理处的指使。找到偷电者只是完成了一半任务，真正的问题还没解决。李强国家17000的灵能电费到底去哪里了？在这里等着，我去趟小区灵能电房，很快就回来。我说我家这个月电费怎么涨了这么多？原来是被人偷了！偷50多家的电，就为了自己挖灵能币，这种人！大家安静一下，我们是来处理偷电事件的，请大家配合一下。不就是偷点灵能电吗？偷电多就是受点武道惩戒。我半年挖灵能币赚的钱早就够赔偿了，你们能奈我何？黑夹克男人，你偷取的灵能电分摊到每户，金额不足惩灭标准，我们只能责令你补缴电费，无法对你进行重罚。听到了吗？不过是补缴点电费，对我来说不值一提。你胡说！我家被你偷了17000的灵能电费，这么多钱足够对你重惩了。你别想狡辩，我每户偷的电量都差不多。你家怎么可能你自己家用电超标，想赖在我身上？别吵了，事情的真相我已经查清楚了。到底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向着他？你到底是谁？你家那17000的灵能电费不是被偷了，是漏掉了。听到了吧？是漏电，不是我偷的。家的损失我可以赔偿，这样就不算偷电了吧？你以为赔偿了就不用被惩辩了？你照样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而且分摊到每户的电费不够重惩标准。你一个小小的电工也敢管我的事儿？就凭你涉嫌危害武道公共安全罪。我只是挖灵能币偷了点电，怎么就危害武道公共安全了？你别血口喷人！搭接偷电线缆的时候操作不当，导致灵能漏电。这些漏出来的灵能电，顺着地下灵能电井的钢筋，漏满了整个小区的武道下水道。的灵能电井井盖，我立刻去了小区灵能电房附近的灵能电井，
用测电笔检测后，我的天，太吓人了，差点整个小区都没了，这个人太可恶了。蓝衣短发电工太牛了，不仅查出偷电，还发现了这么大的安全隐患，救了整个小区。太惊险了，幸好有你，佩服，你是我们的英雄。原来电费异常是漏电造成的，剧情太曲折了，比刑侦片还刺激。粉定这位电工师傅了，又专业又冷静，还能预判危险，太帅了！不可能，我只是想挖灵能币，我没想到会这样。偷取灵能电，危害武道公共安全，跟我们走一趟，接受进一步调查和惩戒。小区所有灵能电井和下水道，消除安全隐患，同时追缴你偷取的所有灵能电费，赔偿所有业主的损失。举手之劳，排查灵能电路，消除安全隐患，本来就是我的职责。后果不堪设想，武道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件，一旦爆炸，整个小区都会被炸飞。我们所有人都担不起这个责任。金都埋在水泥里，怎么可能传导灵能电？你就是想故意加重我的惩罚。自己改造灵能电路时，只图省事，把电线缠上了横梁钢崩。现在再想来，灵能电荷可能已经顺着钢钉传了下去，甚至已经蔓延到了整个小区的下水道。是不是狡辩？不是他说了算。在场就有灵能供电所的执事，让他去查验一番，真假立见分晓。这件事太危险了，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棘手。去灵能电房查验，必须尽快确认隐患，及时消除，晚1秒就多一分危险。以后接单必须谨慎，不能再接这种暗藏重大隐线的活，得改变接单模式，只接简单安全的灵能电路维修，远离这些危险的麻烦事。我的天，这也太离谱了吧！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离奇的故障。您作为武道电力领域的专家，看这场直播之前有没有预料到刚才那种事件？简直拿所有人的性命开玩笑。大屏幕突然黑了，看到了，太突然了，吓我一跳。我们得检查一下系统，我这就去。大家保持冷静，但愿只是小故障。这件事确实离谱，超出了常规的灵能电路故障范畴。不过，从这件事也能看出，这位电工师傅在遇到这种棘手的事情时，始终保持冷静，没有冲动行事，正是武道修行者应该具备的品质。好的，各位观众，虽然直播已经结束，但这场惊险的灵能偷电隐患事件还在持续发酵。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关注事件的后续进展。家人们，重点来了！等到清理的时候，整个小区都会被炸飞。武道下水道一旦遇到静电火花，必然会引发剧烈爆炸。那位电工师傅的专业与冷静，值得所有武道从业者学习。后续会采访秦业、武道管理处执事等相关人员，为网友们还原事件的完整经过。造灵能电路，偷取灵能电用于挖掘灵能币，已造成重大武道公共安全隐患，涉嫌危害武道公共安全罪。周至的武道微电影，还不如一个电工的直播词。一群没见识的家伙，一个电工的直播而已，能有什么含金量？也配合我的武道微电影相提并论？我倒要看看这个秦业的直播到底有什么能耐，能让你们这么追捧。就这，灵能电表读数异常，这么简单的问题，果然
都是些小儿科的排查，这种情况稍微动动脑筋就能想到，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有点意思，居然不是201住户。不过就算这样，结局也不难预料，无非是偷电者藏得更隐蔽罢了。天才，这简直是天才武道犯罪设定。想到用多户中转偷电，既避开排查，又能满足厉害，太厉害了！有反转，有武道元素，完全契合武道烧脑悬疑电影的特征。要是翻拍出来，绝对能大卖。这个细框眼镜男还真是会强行圆场。不过他说的没错。师傅堪称炸区专业户，建议改名叫炸炸。期待，看看师傅主动接的单子会不会比之前更惊险。安全第一，我们就想看你安安稳稳接单子，顺便长长灵能电路知识。错了，签的都是意外，以后再也不接那种危险的单子了。不是我说，这些单子也太离谱了吧！好单子一出现就被同行们一抢而空，我这手速根本跟不上，只能刷这些没人接的单子，太难了。几十块钱干那么难的活，谁愿意接啊？居然一个好单子都没剩下，心疼师傅。刷，总会有好单子的。找找，实在不行就只能接个体力活，先凑合一下。还要铺武道线草。等等，这行字有点意思，看来这个单子还是有搞头的。师傅，快说说，到底写了什么？还是有什么特殊的灵能电路问题？就这需求，没必要大费周章凿墙铺线槽，装一个武道人体感应灯就能完美解决面。这单子就是改个电路加个开关，也太普通了，一点节目效果都没有，不如之前的偷电隐患刺激。说不定他这次也有特殊办法，不用花冤枉钱。黑发青年师傅从不做吃亏的买卖，肯定有巧思，蹲一个师傅的操作。别急，这单子没你们想的那么麻烦，也不吃亏。等我联系上顾客，你们就知道了。辉发教授，您看这位师傅这是打算接下这个灵能电路改造的单子了，可是观众们都觉得这个单子又麻烦又不值，您怎么看这个订单？我还是有点了解的，他从来都不是愿意吃亏的人，而且他是看完订单介绍后才决定联系顾客的，说明这个订单里一定有吸引他的地方。床头无开关，企业摸黑摔跤，根本不是改造灵能电路、凿墙铺线槽、武道人体感应灯，还能省去凿墙的麻烦，节省时间和成本。我怎么没有想到呢？武道人体感应灯确实是最佳解决方案，既省事又实用，难怪那位年轻师傅愿意接这个单子，原来他早就有主意了。哈哈哈，我就知道他不会吃亏，这操作太绝了，省去凿墙的麻烦，还能高效解决需求。师傅会不会又把武道人体感应灯卖高价？毕竟之前的充电宝可是让他赚翻了。顾客回复，解决问题才是关键，至于价格肯定合理，不会乱收费。把注意力放回正事上。又是来涨价的吧？真烦，就不能有一个靠谱的电工吗？
卧室里只有空调下方有一个灵能插座，位置特别高，根本用不上。不是吧？这房屋装修也太奇葩了！床头没有插座，插座装在空调下方，还是高位，这设计师是怎么想的？原来是这样，倒闭的武道地产装修肯定偷工减料，布局不合理也正常。抱歉，你这个情况有点特殊，价格给低了，2000块钱做不了。别急着拉黑，我有别的办法，1500就能完美解决你的问题，不用凿墙，还能保证美观，比你想要的家装开关更方便。1500比我出价还低，而且不用凿墙，他不会是想糊弄我吧？1500，你确定能完美解决？不会偷工减料吧？也不会不修复线槽，留下痕迹？我保证，不凿墙，不破坏墙面，完美解决你企业摸黑的问题，还能保证美观。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抱歉，是我想多了。那你什么时候有空过来看看具体情况？啊，今天下午就可以过去。你把地址发给我，我过去看看，保证给你完美解决问题。哎呀，终于谈妥了！一路被误会的太冤了吧？师傅，这样找尼可肯来给您3000，求求您了。加那点距离顶多用掉30，再加上辅料和人工，满打算成本不会超过3转。之前对方报价1500，现在对方直接开3000，简直是抢钱啊！兄弟们，剧本已经写好，演员即将就位，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随便看看吧。有个同行给一户人家装空调，结果走的时候被局主拉着，现在地议了，要赔偿精神损失费。说离谱不离谱？你好，我是平台接单的电工。那你进来吧。不是大姐，你这是搞啥呢？你穿成这样不热吗？还有你背后那是什么玩意儿？这个是我还不是验你？因为我怎么了我？你的接单量是0，注册天数也0。我上网查了，很多变态就喜欢用这种新号作案，看起来是新人，其实都是经验老道的惯犯。感觉自己的人格正在被按在地上反复摩擦。自己在家，我肯定害怕啊！摸不轨，突然背后抱抱我怎么办？或者想脱我衣服怎么办？服的拉链很复杂，没那么容易解开，能拖延时间。之前的话，我的人格不是受到了侮辱，她是被这位天才少女进行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物理超度。这姑娘不仅脑子不大好使，精神状态也异于常人，跟她打假爆风险太高。先结账，我全程直播，几十万人看着，我要是干不好，或者拿了钱跑路，你直接报警。我跑不了。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
我这就把钱转给你。卧室在哪？兄弟们，你们看到了吗？一个卧室就一个开关，一个空调插座。现代人都不用充电的吗？床头没插座，这简直是反人类的设计。这地产商也太离谱了吧！就算墙上没有装插落面板，也大概率预埋了电线，只是被腻子和墙漆盖住了。兄弟们，我错了，我收回我刚才的话。这种房子他们怎么敢交付的？居主的律师还没把他们公司给淹了。这是唯一的办法了，只能从空调插座引电。这便宜货确实有局限性，但客户要的就是最简单直接的解错换代，而且预算给的足，他自然要把活干到位。这边要开始打孔了，会有点灰。太小了，万一他人还没下床，只是翻个身斗就聊了影响睡眠，或者人已经下床了，灯没亮，一脚踩空，那这2000块挣的可就不踏实了。必须测试一下。我在工作。很好，在床上小幅度的动作，不会错误触发。感应器的灵敏度和范围还是太差了，这个位置对于走动人说是完美的，但对于刚刚起床人前却成了盲区。兄弟们，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专业电工在线翻车，还是技术秀翻全场，就看这一波了。兄弟们，记了，彻底记了。是我的锅，错误估计了凯妹，也高估了自己力挽狂澜的能力，专业性不存在的。我的床上干什么？我不但做了，我还躺了呢。你先冷静一下，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拉穿暖是为了模拟一个全黑的环境，测试这个感应灯设计的功能，不就是为了让你晚上起夜的时候能自动亮起来照明吗？向上，然后坐起来，再下地走动，就是为了完整的模拟一遍你晚上起床的全部流程。
这个灯到底能不能在你需要它的时候被准确触发，找到问题所在？我怎么能给你一个最合理的解方案呢？真的吗？林师傅他真的换了一个新灯，杨教授神了，您真是神了！问题可能出在设备本身。您看，蓝衣维修员立刻就更换了一个新的，这肯定是一款性能更强、感应范围更广的新型号人体感应灯。也体利用更高级的设备来解决，这服务态度，这接点问题的效率，太值得我们所有从业学习。杨教授，您这是？灯核心数据异常，什么意思？系统即将过载。我们常规的人体感应灯，为了让红外探头能接收到信号，都会有一个半透明或者菲涅尔透镜结构的感应窗，通常是半球形的，对吧？但是你看秦师傅换的这个，它的表面是纯白色的，完全一体，并没有我们熟悉的那种感应探头窗口。的边缘有一圈非常细密的圆形开孔，这绝对不是散热孔，散热孔不会设计成这个样子。我猜测，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体感应灯，这是一个智能灯。智能灯？这种设计，那些圆形开孔很可能是内置的喇叭或者拾音麦克风。这灯极有可能是通过手机 APP 通过语音来控制的。原来是更先进的智能灯，通过语音来控制，这简直是跨时代的技术应用啊！这服务真的是领先了行业至少10年。工装师傅，已经好了吗？真是太谢谢你了，你真是我的救星。躺床上去。你一个人住，晚上会不会害怕？你脑子里都在演什么呢？我是让你模拟一下晚上企业上厕所的场景，不然我怎么给你演示我修好的效果？一股热气直冲上来，整个人都被土斗来的窘迫碾没。好了，现在假装你睡着了，然后半夜醒了，准备坐起来。黑发女人深吸一口气，按照指示缓缓坐起，安静地等待着。那个秦师傅，然后呢？你到底是解决了什么问题啊？灯它也没亮啊！我没别的意思，就是随便问问。特别是晚上，一点点声音都会让我睡不着。还有窗外的树叶沙沙声，好可怕！怕。那你害怕的时候会做什么？就是感觉浑身发软，腿都动不了，然后拼命告诉自己是幻觉，是我想多了。会不会喊出声？不敢，绝对不敢！你想啊，万一外面真的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我这一叫不就把它给引过来了吗？那不是更恐怖？我连呼吸都不敢大声，怎么可能去接尿？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事实就是这样。我还是不明白。那我慢慢解释给你听。尖叫的穿透力能让同伴在很远的地方接收到求救信号。下次你晚上起夜上厕所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害怕，你就叫出来。怎么还开始上起生物课了？还让我尖叫？我一个人住，我叫给谁听啊？也不会有人来帮我啊。邻居可能还会以为我发神经，跑来投诉我扰民。你信我一次。我怎么能相信你？请给我一个机会。好吧。来，叫出来。就当是释放压力，把所有的恐惧和不安都从身体里喊出去。现在，就现在。准确地说，这是声音感应装置，专门识别又高音量的人声。特定的语母也不需要连接什么手机 AP， 只要你在恐惧的时候发出本能的尖叫，它就会立刻为你亮起。它能驱散黑暗，也能安慰你。真的，太谢谢你了。我问你，人为什么需要夜灯？因为是为了安全，我只是不想让你受到伤害。意识模糊，视线变差，突然开灯反而容易眩晕摔倒。这种独居的年轻人，万一摔了磕了，都没人知道。房子3年了，父母只给钱，却从来没问过他一个人住怕不怕。我没想到会这样伤害你，请你相信我。这个智能感应系统，它不是简单的声控或者初步，它模拟的是人类最原始的行动逻辑。真把人说哭了？那个，别哭了，我也不是故意的。要是就给你随便安个灯，我自己心里都过意不去。总得给你弄点配得上这价格的东西吧。你这套灯材料费、加工时费一共多少钱？你别这个那个的，你就说你收我2000，到底赚了我多少钱？你到底想怎么办吧？给个痛快话。干嘛？收我这么贵，我不得要个收我称呼？万一这灯明天就坏了，我上哪找你去？必须加微信。杨教授，您刚才都看见了吧？对着一个独居女性大谈特谈什么人类起源，什么对火的渴望。是的，这正是我的观点。但我发誓，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把电工活干成人类学研究的选手。是在修灯吗？不，他这是在传道。成功的把一个价值几十块的声控开到这套多灯带升华到了关乎人类存亡基因本能的高度，然后他心安理得的收下了2000块。谢谢信了，他还哭了，他被感动得一塌糊涂。您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权威，选手这次昌成神之一手的操作，您从专业的角度有什么看法？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他那套关于火与安全的理论漏洞百出，根本站不住脚，可以或者是胡说八道。我们不能只看他说了什么，更要看他做了什么，以及他为什么这么做。做了一件事，安装了一套灯。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甚至可以说很基础的电工工作。从一开始的警惕，到中间的感动落泪，再到最后的恼羞成怒。
他虽然只是在装一个灯泡，但他关怀的却是那个女孩的内心。注意到了她在黑暗中的不安，注意到了她进门后摸索开关的那几秒钟的恐惧，是他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的细节。简单的换个灯泡了事，他设计了一套进门自动亮起的灯带，设计了一个朝窗床上就能用声音控制的顶灯，都不是为了炫技，而是在解决一个核心问题：这个女孩的安全感。至于那套关于人类历史的说辞，听上去很扯淡，对吧？他是在说我理解你的恐惧，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而这套灯就是现前道里属于你的那堆篝火，它可以守护你。产品变成了一个有温度的、有人文关怀的守护者。为什么哭？他不是为了一套灯哭，他是为一个陌生人竟然能如此精准地看穿他内心最深处的软弱与恐惧而哭。他哭的是那份久违的被人理解、被人关怀的感动。很多时候都停少在理烂上。人一个最平凡的电工，用他的实际灯给我们所有人上了一堂生动的大师课。不是说了多少漂亮话，是否真的愿意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感受他的感受，去解决他真正的问题？岗位只要能做到设身处地，就能创造出不平凡的价值。我们这些搞理论研究的，真应该向他学习。兄弟们，开播了，开播了！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别闹，什么篝火不篝火的，我就是个电工。接单感觉不太适合我，那个活儿吧，考验手速，还费口舌。我这人比较懒，所以决定了，剩下的递干单随缘结吧。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请问是秦师傅吗？啊，对，我是，请问哪位？我是在网上看到您的视频的，我想请您帮个忙，我那个咖啡店的电路出问题了。具体什么情况？跳闸、短路？闹鬼了！啊！电路问题就说电路问题，什么闹鬼不闹鬼的？我是电工，不是道士。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师傅，你帮帮我。每次都是一到星期天，不多不少，雷打不动。从下午开始，店里的灯就开始闪，而且是非常有规律的闪，一直闪到晚上。一到周一，它又好了，开关换了，配电箱都快拆烂了，一点用都没有。现在外面都传开了，说我店里不安静闹鬼，客人都不敢来了。再这么下去，我跟孩子就真的要喝西北风了。行，地址发我，我现在过去。看我这么年轻，不信我技术。蓝一男，您别误会，快请进，快请进。就你一个人？别的不扯了，闪的灯是哪个？师傅，不是一个灯，是博所有的灯。所有？最开始只有一个射灯闪，我换了灯泡，然后就变成现在这样了。哎，听见没有变？不是单体攻击，是全图 AOE 啊！老板娘说一开始只有一个灯闪，她换了个灯泡，结果嘣，全闪了。
我真记不清了。最开始不是周日，就是偶尔闪一下，我也没当回事儿。后来就怪了，他就固定在周日闪，跟上班打卡一样准时。这包子还有刷新时间呢，有点意思，越来越有意思了。我心里大概有数了。查所有灯具本身和它们自带的小便壁，看看是不是电压问题或者圈动坏了。电压正常，驱动也没烧，接口都好好的。兄弟们，监军发报告，所有灯具连同它们的驱动全部正常，没有任何问题，基本可以排除单据本身故障的可能。呀，是灯坏了吗？别急，我在检查。可客人等着呢。马上就好。总编判对也正常，输出稳定。老板娘，现在可以100%确定，问题不出在灯上，也不是你店里的变电器。不是灯的问题，也不是电的问题，难道是真的？我干了这么多年电工，什么稀奇古怪的电路问题没见过。家人们，我跟你们说个鬼故事，故障只在周日出现。秦师傅，那现在怎么办？要不你周日再来一趟？是我自己没问清楚。魏学女，你过来一下。怎么了，师傅？这个空开，你自己换过。哪会动这个啦？哦，我想起来了，发的于老板送的，我店里总跳闸，他正好碰见，就说他那有多的开关，第二天就拿了一个给我，还帮我找了个电工师傅来装上，顺便把我店里这些灯的线路都重新铺了一遍。老板娘，你知道这个牌子的开关一个多少钱吗？几十，这玩意儿正品，市场价小400，一般家用根本没人舍得装。这么贵？他可能就是想跟我交个朋友。是想交男朋友的那个朋友吧？他是提过几次，想请我下班了一起喝2杯。后呢？我不知道。你必须告诉我。之后他好像就没怎么再联系过我了，在楼道里碰见，也就点个头。谁说我在绕开话题？你们动动脑子，好好想想。一个男人先是送了你一个跟你店铺价值完全不匹配的钢院的玩意儿，献殷勤，又好心的帮你找人，把你店里所有的线路都重新铺了一遍。这为于子什么？为的他对你店里每一条线的走向，每一个开关的位置都了如指掌。最后，在你明确拒绝他之后，他消失了。然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只是拒绝他喝酒而已啊！我现在就打电话问他，他为什么要这么害我？我的客户没有白受欺负的道理。除了打草惊蛇，他只会当你是傻子。那怎么办？现在只是我的猜测，我们还没有证据。要想抓到他，就得找到他动的手脚。既然是人为，那肯定有目的。我看看你这儿的电线总向。接下来的半小时，他像一只行禽的蜘蛛，开始检查丁经理的主线路。奇怪了，没有线，一根通往楼上的电线都没有。顶点里面、墙壁夹层我都看了，干干净净。你店里1个月电费大概多少？差不多3000块左右吧。
线索似乎又断了，但他心里的那个念头却愈发强烈。这事儿绝对跟那个人脱不了干系。老板娘，别担心，今天周三这个故障他不出现，我也拿他没办法。硬要查，跟大海捞针没区别。这样，你这几天就先照常营业，别去想这事儿。等到这个周日，等他再出问题的时候，你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妖魔鬼怪。你放心，我给你保证，周日之前这事儿我一定给你解决了。今天没修好，不要钱。虽然在客户面前表现的信心十足，但他自己线索太少了。周日这个信息点太过诡异。他走到路口停下脚步的瞬间，猛地抬头看向对面的居民楼，眼睛一下睁大了。我知道啦！看来今天的电路问题的确是非常棘手。快看屏幕，蓝工装青年他杀回去了。什么？眼镜教授，您见多识广，您看这是什么操作？是想起了什么关键的技术要点吗？根据我多年的从业经验判断，这旧壁框虽然展件，但也是有逻辑可循的。应该是他的电动车没电了，他得回去充电。秦师傅，你怎么又回来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你店里的灯为什么会闪了。知道什么了？你先告诉我，你们这栋楼上面那个巨大的广告灯牌今天为什么没开？就是2楼网吧旁边那个那么大一个 LED 屏幕，怎么是黑的？怎么是黑的？广告灯牌？就是那个。老板娘，我问你，外面墙上挂着那个巨大的广告屏是谁家的？那个是楼上网吧他们于老板装的，对，于床。那他有跟你说过那块屏幕的事吗？比如他什么时候开？耗电量怎么样？说过，他说过。我记得特别清楚，大概是去年冬天装的。当时他还来店里喝咖啡，跟我抱怨来着。那玩意儿就是个电老虎，死贵的。看着挺小，其实老费电了。他特意给那块屏装了个单独的电表，平时都关着，就周末人多的时候加。对上了，全对上了。可跟我……老板娘，我之前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了，你店里走的些电线质量很一般，属于勉强够用的那种。平时带动你店里这些灯啊、咖啡机啊、冰箱啊还行，没什么问题。但是那块 LED 广告屏不一样，那是个高功率的大家伙，它启动的瞬间需要的电流非常大。说如果这块广告屏的电是从你店里的线路上偷走的，那会发生，那就会导致你店里的总内就瞬间被拉低。电压一旦不稳，最直接的反应就是灯光闪烁，灯光闪烁。我说无凭，眼见为实。走，老板娘，我带你去看证据，证据就在墙上挂着呢。围裙长发女，你来看，正常来说，这根线应该是直接进2楼墙里，对吧？咖啡店秒变赛博朋克风夜店，这创意绝了！你还好意思开玩笑？外旁那根电源线没进楼上，拐进了咖啡店这边的墙里，线钻进去的位置就在储物间天花板上方。剖开线皮后，线芯和外皮结构一模一样。你还敢来？老板娘，你先别急，我觉得这件事绿夹克男8成也是被蒙在鼓里的。被蒙在鼓里？我真的不知道。绿夹克男随手就能送你一个1000间块的施耐德控开，根本没必要为了几百块电费搞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把线接得这么隐蔽，还能精准的从主线上分电，
干这活的肯定是个懂行的电工。于老板，我问你个事儿。单独装了电表，每个月的电费是你亲自去交，还是让网管去交的？让网管每个月直接从店里的营业额里扣，让他自己去交就行了。兄弟，你的意思是干这事儿的是我网吧那个网管？唉，怎么信任他？他敢坑我！他还敢在背后捅我刀子！于老板，先别急。有问题，先压住火气。他有这个本事吗？改动这么复杂的线路，还要绕开你的主电表，精准的接到围裙女店里的线路上，得是老师傅，还得胆子大。用这种电工，我电工又凭什么听他的？图什么？他有他的办法。能给电工多少好处？1000、2000，这点钱够人家冒这么大风险吗？在社会上混的，这里面的道，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不止这一家网吧，谁帮你管理着所有的店，谁有权利调动着资金和各项开支，谁能不知不觉中从营业额里把那份虚空的电费单给平掉？丹凤，是不是那个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自称管着所有网呗的职业店长，偶尔会过来转一圈的人？就是他！我想起来了，上次那个电工来我这儿布线的时候，我好像是见过他。就在马路对面站了一会儿，打了个电话，然后就走了。过，顺便看看你网吧的情况，就没在意。现在想来，他哪里是路过，分明是在场外监工。老妹儿，这事儿我对不住你。引狼入室，还把你给坑了。吕家克南，现在不是追究谁介绍谁的时候，先跟围裙女人把损失问题谈好，该赔多少赔多少，这才是爷们儿该干的事儿。家事了，我就不掺和了。安不言谢，要不是你，还被蒙在鼓里，把豺狼当兄弟。钱你开个价，我给你10倍。这女人是闲的蛋疼吗？拉电线到楼下，兄弟们，新工作来了，开整！哎呀，烦死了！你好，是秦师傅吗？林小姐吧？就是这样，师傅你能做吗？是不是很难做啊？得上去看了才知道。走吧，带我上去看看现场。师傅这边请进，客厅在这边。这是我的房间，你进来看看。你这想从哪儿走线？区域，我室友他们可能不太方便，能不能直接从我房间的窗户走？
从你这儿走，目标太大。从楼顶天台往下放线，顺着长体的排水管或者空调外机管道走，这样最隐蔽。那可就得加钱了。上天台，高空作业，危险系数翻倍，价格自然也得翻倍。那大概要多少钱？口价1200。这还是看你是个学生，没给你按市场价算。2就1200，师傅，你什么时候能开始？现在就可以。等一下，你们这合租房电费怎么算？我们每个月按人头均摊的。不行，那肯定不行！师傅，那还有别的办法吗？路应该是独立的，可以从这个开关的线路里接一根火线和零线出来，单独走线。你最好先问问你房东，同不同意你这么搞。房东你好，我想问一下，墙里线路能不能改一下，单独走线给车充电？绝对不行，墙里的线动了，出了事情谁负责？你要是敢乱动，就给我立马搬出去！师傅，不好意思让你白跑一趟了，我给你扫200，当做你的辛苦费。啊。公司离这里远吗？10分钟，还要转一趟车，所以才想买个电动车，能省不少时间。这会儿我接了，一口价1200。问题彻彻底底的解决掉，保证你以后想什么时候骑车就什么时候骑，想去哪里就向那事情烦恼1秒钟，而且绝对安全，绝对核备，物业和保安都调不出半点毛病。好，我信你。等等啊！我们来这儿干嘛？手机给我。我不会真的被骗了吧？